大家好，我是 GSHC 国际代孕的负责人申佳，很高兴有机会能够认识你。接下来呢，我想花一点时间帮您介绍一下我们 GSHC 的服务流程，以便你呢进行后续的安排。如果跟我们 GSHC 国际代孕合作的话呢，我愿意呢把这个流程呢分成为7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其属于我们叫做 consultation 或者叫一个咨询的阶段。我认为这个阶段呢，其实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中呢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可以帮助您来了解我们 GSHC 是谁我们的团队是怎样的，我们的服务是如何的，我们的服务协议是怎么样的，服务协议之中的我们的这个条款是如何，付费的时间点是如何的，我们的代孕的筛选的标准是怎样的，我们是怎样进行匹配的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代孕的整个流程是如何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匹配体检产检法律生产，整个的这个过程是如何的？哪些地方可能花的时间多一点，哪些地方可能花的时间少一点？那么这些呢，都希望能够对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了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我们的代孕的整体的这个费用，因为这个是不小的一笔钱。那么这个费用是怎样进行支付的？对，包括信托账户是如何的？信托里面的钱是怎么样管理的这些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在前期的这个咨询中，而且我建议不止一次的咨询，在多次的咨询中，我们都把细节介绍到位。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形成一个比较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值，对于我们中介也好，对于孕母也好，对于整个的过程也好，得知道每一个人在这里面的作用是如何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要什么样的孕母？那我们的预算是如何的？我的时间是如何的？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觉得您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匹配的过程了。那我们下一个阶段，第2个阶段呢，就是一个代母的匹配阶段。代母的匹配阶段呢，可长也可以短。那如果我们前期的咨询非常的清楚的话，其实你应该在脑子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定位。那我常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刚刚来的一些客户，咨询的客户可能对代母的这个需求呢，或者要求呢，掺杂了很多个人的想法，对吧？我希望代母这样和那样。但是如果咨询了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您跟您的医生团队有了很好的了解的时候，您可能会更加的清楚在医疗上我的孕母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在我个人的情感和交流上我的孕母的这个需求是什么样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我们的同事会根据你的要求，也根据诊所的基本的要求，会给您发一些代母的资料了。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代母跟客户的这个准父母的匹配，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我们非常希望您呢，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呢，就把您自己的个人的 profile、个人的档案呢，先把它做好。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是越详细越好。就如同我们希望看到代母的资料越详细越好，代母其实也希望看到您的资料越详细越好，因为他毕竟要花1年多他自己的时间，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努力来帮助一个人怀宝宝。那么他想知道为谁怀宝宝，为什么要怀宝宝，对吗？为什么要选择代孕？那么他要做一些什么能够符合你的期待？所以在这个 profile 上，你把这个资料写得越清楚，越有利于匹配的这样的过程。那么如果你看到了这个 profile， 你又觉得不错，那我们会把您的 profile 呢也发给孕母去看。如果双向都觉得很好的话，我们下一步呢就会把您的这个孕母选择的孕母的医疗记录发给你的诊所去审核。我个人所见的，诊所对于医疗记录的审核越来越严格，当然也是很好的事情，这样呢对于孕母来说是一个保障，对于宝宝的健康也是一个保障。那么这个审核的过程呢，大概会是2到3周的所谓的时间，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快一点。那2到3周审核，孕母的资料审核通过之后的话呢，我们会安排一个 match meeting。这个 match meeting 上呢，就是我们知道大家最开始的时候呢有匹配的意向了，那么医疗记录呢，医生那边也通过了。那么在这个 match meeting 上呢，我们就更加对对方有一些了解，你是谁，我是谁，对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期待什么样子的，对吧？你也对孕母的各种的家庭情况她的这个工作情况她的身体情况所有的这些在未来的 communication 方面的一些期待，包括生产之后的是否保持联系这些期待我也都可以在上面聊得非常的详细。如果一旦大家都确定 match meeting 上大家能够比较喜欢对方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才是一个 official confirmed match， 那么我们第2个阶段就算完成了。那么代孕的第3个阶段呢，其实是 medical screening 和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的阶段，我们叫做医疗检查和心理评估的阶段。这个过程呢，其实是真正的在
专业上面的意见上，你的孕母是否真的符合作为孕母的标准。那么我们讲 medical screening 都检查什么呢？诊所会根据孕母的月经情况来进行预约她的体检。那这个时候其实在看她在身体方面是否合格做代孕。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查她的传染病是否有吸毒，子宫内膜的情况，她的激素水平，她的身高体重，她是否有体重超标的情况。那么的话还会检查她的一些疫苗的情况。所以这些综合在一起的话，其实是要按照美国 FDA 的标准进行执行的。那如果这个孕母她自己有配偶的话呢，她的配偶也要进行检查。在这些情况下都 clear 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孕母呢才叫做 medical clearance。那这个时间究竟要花多久呢？我们见到，首先呢，诊所预约这个孕母进行体检，可能要根据她的月经情况来进行安排。那么体检的子宫内膜的这个情况，通常在当天就能够知道，但是检查之后，很多血检的结果要在体检之后2个星期左右才能够报出来。但是不是所有的孕母体检之后都能够 clear 呢？我们常见的时候，有一些孕母可能会要吃一点抗生素吃一点维生素打一点疫苗或者是她的甲状腺的水平可能有一些异常需要吃一点甲状腺调整的药物这些呢我们都能够见到。有的诊所或者大部分的诊所在孕母体检之前呢，它需要一个宫颈刮片的结果。那么宫颈刮片是做什么呢？我们知道宫颈刮片其实是看这个女性宫颈有没有比如说宫颈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通常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证孕母她其实是没有这种宫颈癌的这个风险，才能够继续进行的。那么心理评估呢，又是确定这个孕母是否 qualify 合格的另一个标准。心理评估和体检的安排时间呢，我们会灵活的去进行安排。那么心理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在心理评估的时候呢，我们现在都比较严格。孕母呢，除了做一个叫做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评估之外呢，我们还会做一个 PAI 的检查。2项结合在一起，我们会对于这个孕母的性格，对吧？她某些方面的品质，她对代孕这件事情准备是否充分，她的意向，她的来源，她的动力是什么，都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在我的历史上，我们见到有一些孕母，如果前期通过心理这个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如果有一些顾虑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早期的让这样的孕母不再继续进行下去，其实对于我们客户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那么当心理评估和这个医学评估都 clear 了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法律流程。那我们服务的第4个阶段呢，其实呢是法律阶段。那么大家一听到法律或者是律师，那么第一个感觉可能是这个律师是帮我做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代孕之中的这个法律阶段的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协议和保证侵权关系。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一点，您的律师不是做 litigation， 就是不是一个起诉这样的一个律师的目的。那么律师在这里的第一个步骤，无论是在任何的这个代孕合法州，它的第一个步骤都是起草代孕合同。起草代孕合同，代孕合同会包括几个方向呢？我们通常说呢，代孕合同一定要第一个部分呢，要保证的就是它清楚详细的说明这是一个代孕协议，一个代孕的过程，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所以未来的时候孕母会放弃宝宝的监护权，这是代孕合同的第一个步骤。那么第2个步骤的话呢，就是会限定一些行为。那么既然大家同意进入这个代孕的流程，那么互相双方的行为是这样限定的，比如孕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准父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这个合同第3点其实是针对费用的。我们在每一个孕母的资料 present 给您之前，其实我们都要签署一个叫做 surrogate benefit package， 也就是他所同意的他的补偿金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起草合同之前会把这一部分的文件发给您的律师进行起草。所以我们的这个费用，它不是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给您进行预估的，这个合同一定是在已有的一定的规模的情况下来进行起草的。那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那既然是这样，我为什么还需要律师呢？同时的话，孕母方为什么还需要律师呢？它其实还有一定的negotiate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内。也就是说可能孕母有的时候她的这个工资的情况的 travel 的情况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变，或者在这个合同的条款里规定的更详细一些。与此同时，我们作为准父母，我们有一些空间，比如说我有额外特殊的要求，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添加进去。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有一个代表的律师，孕母也有个代表的律师，来帮助双方起草协商，最终同意这个合同。那么双方的律师最终都会出一个，当你们签字之后会出一个 legal clearance letter，
这个 legal clearance letter 要发给您的诊所，才能够开始移植的流程。多说一句呢，就是在后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第二步的法律流程。这个部分的法律流程呢，是跟我们的侵权关系建立有关的。那么，如果在 pre-birth order 的州，也就是说出生前就把侵权关系建立好的州的话呢，那么这个过程呢，大概在怀孕20周左右呢就开始了。那么有一些 post-birth order 的州，它其实在出生之后，一般在出生之后1、2个星期之内呢都能够完成。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topic 呢，就是信托账户。您作为准父母所建立的信托账户呢，你可以第一呢自由选择信托公司来开您的信托账。第二呢，这个信托账户呢，你的钱呢，它相当于第三方，它要遵守在一定的合同的情况下进行支付。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比较倾向的建议你呢，在签署了代孕合同之后呢，就建立这个信托账户。这样的话，所有的支出都从信托账户里面进行支付。您自己呢，一定要清楚一共支付了多少钱。而且信托账户里呢，通常它是有这样的位置，你可以上传收据，并且呢 proof of payment。这样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呢都比较公平，也比较清晰的这样的流程。那么代孕的下一个阶段，第5个阶段呢，我们是移植的阶段。这个阶段呢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非常珍贵的胚胎放在孕母的体内，我们希望它能够着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母一旦呢法律清关、医学清关之后的话呢，那么诊所呢会给他根据他的这个月经周期的情况，如果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他的这个时间的情况，可以出具一个叫做移植周期表。那要根据这个周期表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孕母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什么时候停避药，什么时候开始用药，每个用药的剂量是怎样的，它在什么时间呢要去进行检查。那么这里有几个概念呢，就是一个呢就叫做 outside monitor， 也就是说您的孕母呢，她不需要每次都到您的这个生殖诊所来去进行检查，那么通常在她家附近的这个诊所呢进行检查就可以了。那么孕母她移植了之后的话，通常在移植的10天左右的时候呢，就会做一个我们叫做 beta 或者 HCG 的检查，就是通过验血来看她是否怀孕了。那么通常在这之后的几天呢，诊所还会做一个第2次的 HCG 检查。如果第1次的 HCG 是阳性的，第2次的 HCG 的指标呢又比第1次的指标翻倍了，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那么在此之后1周左右的时候呢，诊所会安排是否有胎心的这样的一个 ultrasound 的检查。如果这3步都满足了的话，那就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现象。那么在这个过程之后的话，我们就要慢慢的开始把这个移植的阶段，或者从你的试管诊所的服务阶段转向于妇产科的这个 OB 的阶段。在这个移植的阶段呢，我多说几句因为每一次胚胎的移植的成功率呢只有70%左右，而且还取决于胚胎的质量。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都非常的努力的希望孕母配合用药同时的话呢子宫内膜环境都很好，但是呢它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可能移植呢不一定成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希望每个准父母呢有个真的准备，相信我的医生，也相信你的孕母，那么再多给孕母一些机会，这样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感到比较好的这样的条件的情况下，等待下一次移植的成功因为我们做这个已经比较久了，所以尽量移植不成功的情况呢也不少见。所以我只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移植成功之后的话呢我们的孕母的怀孕呢大概是在8周到10周的样子，那么就进入我们下一个阶段，第6个阶段，怀孕阶段。这个阶段呢其实说长呢也很长，其实说快呢也很快，一转眼宝宝就要出生了。在这个阶段呢有几个知识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就是孕母从试管的这个诊所转到妇产科，我们需要呢把它在生殖科的这个诊所的这些资料都传递给孕妇的妇产科医生，让他了解到这是一个试管婴儿的宝宝，所以呢有一些相应的检查呢，这个妇产科的医生呢需要进行安排。第二呢，在这个时间上呢我们要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们希望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要能够预约到妇产科医生，同时呢要完成它相应的我们叫做 first trimester 的 screening。 那还有一个概念呢就给大家讲一下，一般试管婴儿的宝宝在移植的时候大概是2周大，所以大家在计划我们计算自己的预产期的时候呢，不要按照40周的这个时间，移植开始40周来计划我们的预产期。网上有各种资料，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胚胎是5天大的试管的胚胎，我们移植的时间是怎样，可以来计划我们的宝宝的预产期。同时的话呢，一般怀孕的时候呢，38周就算足月了。所以我们在预计要宝宝什么时候可能出生自小到来的时候呢，我们按照38周的这个时间来进行计算。怀孕的过程中的话呢，美国相应有的产检呢，我们的
孕妇呢都要去参加。像我们说的这个 NT scan、NIPT 检测、大排畸这些检查呢，就是孕妇呢都是要进行完成，并且在怀孕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还要完成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开始帮你去跟宝宝建立你的亲权关系。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是很繁忙。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 case manager 会非常的详细的给您解释每一次的时候，如果孕妇进行产检啊，他会很详细的给您解释产检的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报告。所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您的这个 case manager 还是孕妇的 case manager，都是随时 available 的。那么代孕的最后一个阶段呢，其实呢，我们把它叫做分娩和产后的阶段。其实从代孕的这个角度来讲，你的宝宝出生了，那么我们的代孕的服务这件事情呢，就算完成。我们通常在怀孕的最后的叫 last third trimester， 也就是后第7个月、第8个月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帮我们的准父母准备接宝宝的这个过程。我们会跟我们的这个生产的医院去对接很多的法律文件，会跟您提供介绍我们这边所提供的，比如说脐带血呀、新生儿的一些服务，都会帮您去介绍。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您可能也要 make 自己 available， 因为像我介绍的，可能孕母的话呢，比如说预产期是在某一天，那么可能在这前后的2周的时间里呢，都可能会出生。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们的客户们提前2周安排过来接宝宝。宝宝出生之后的话呢，您作为父母呢，就是拿全权的责任人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前后，如果你有需要什么服务的话，我们其实还提供一些下游的相应的服务，比如说月嫂的服务啊、接送的服务啊。信托账户呢，通常是在怀孕之后的6到12个月之后呢进行关闭。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保证孕母的补偿金全部都支付，因为我们的孕母她的费用从医院出来账单要经过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然后再寄给孕母，然后再进行支付。所以我们见到这个过程呢，至少可能要花6个月的时间，我们要确保所有的费用都支付清楚了，然后呢，我们就会启动这个信托账户的关闭的流程。以上呢就是大概我们 GSHC 国际代孕还有我们的准父母服务的一个基本的流程了。我相信大部分的代孕机构的服务流程呢也会非常的类似，但是呢，如果你有更加详细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呢，请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部的同事，会给您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感谢您联系 GSHC， 也期待能在这个旅程中呢与您同行。